DIY 系列好痛 DIY 系列第3集。這次我要挑戰一個新的材料，讓我先來拿一下這次要用的東西。這次我想要做的是時鐘，那其實我已經找了蠻長一陣子，應該有超過1年多的時間，就希望可以找一個可以放在我們家公共區域的一個時鐘。但是呢，到目前我都還沒有買，是因為我還沒有找到我心目中滿意的那個時鐘。可能我覺得我的條件也比較嚴苛一點。總之呢，我希望它這個時鐘有幾個特點。第一個就是它要有完整的1到12的數字，因為我們家有小孩嘛，然後我們希望是小孩之後長期來說，他可以建立時間的習慣，他可以認數字的。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我希望它是可以比較美觀一點的，除了一個是字型，就是有數字的話，就是字型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嘛，所以我希望它的字型可以是不要太幼稚的，然後或者是太枯燥乏味的，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形容，反正總而言之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有設計感一點，然後但是它的數字又可以清楚，然後希望它的色調也是符合我們家的大部分的家具的樣子。總之呢，我在研究了一陣子之後，我就想說，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做出一個我理想中的時鐘？然後後來呢，我就在 IG 上面發現了這個材料。它是一個叫做絕石的一種材料，它是一個水性的材料，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像树脂這樣子的灌模，或是像蠟燭這樣子灌模的方式的一個材料。它就是把這個液體，然後跟這個粉末把它加在一起，再把它灌到一個模具裡面，凝固了之後呢，你就可以把它脱模，变成一個你想要的樣子的東西。所以我前幾周就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在搜尋我需要的这些材料跟制作的方法，然後同時呢，我找了非常久的是这個時鐘的模具。我給大家看一下我這次買的這個矽膠的模具。通常模具都是用矽膠的，因為是比較容易脫模的嘛。但是呢，我找了一個非常久的這個模具呢，我考慮了很久，是因為它的單價是比較高的。但是相較之下，我覺得它是比較好看的。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專門為時鐘設計的模具，就是這樣。所以到時候呢，就是把這個液體跟粉末攪拌，然後調你想要的顏色之後，你就把它這樣倒到這個裡面，然後它就可以變成一塊時鐘。所以它的細節呢，就是它這邊上面是有1到12的數字的。然後同時呢，它這邊是中間有一個孔洞，所以你就可以把時鐘的机芯把它穿過去，這樣子。有一個細節啦，那時候我想了很久的，就是我後來選擇的是這個膜上面它的數字是陰刻設計的。那時候其實我研究了很久，後來我發現其實我比較喜歡陰刻，是因為陰刻看起来會比較有質感。就是陽刻雖然可能數字會比較清楚，但是我覺得陰刻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啦。但是呢，陰刻也會有一個困難點，就是我現在有點未知的，就是我不確定數字會不會最後倒出來有點不太清楚，所以這是我等一下需要試試看的部分。介紹一下我這次需要用到的材料，就是絕石的部分呢，是有它的液體跟粉末，然後呢，它把它們2個倒在量杯裡面混，就是用這個攪拌棒混一混，然後可以用色素把它調顏色，調想要的顏色。然後呢，就是需要磅秤來量這些東西，就是需要算得比较精準一點。然後膜的部分是時鐘的膜，以及最後要裝上的時鐘機芯，最後可以上一層這個算是保護膜，然後讓它就是可以放得比較久一點，然後比較不容易會有氧化或者是其他的狀況發生。這樣，這個是我等一下我的制作步驟，那給大家看一下我想要做的是什麼樣子的。就是通常我都會用 Pinterest 這個網站去找我想要的靈感或是配色方法。那這一次呢，這個是我參考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就是我希望它的基底第一層呢，可以是有像這樣子的大地咖啡色系的這個底色，然後呢，第2層呢，我會再倒這些，我會做一些這種小碎片，那它就是有點像是那種石塊的設計。我這次預計要做4個顏色的小碎片，就是有灰綠、灰色、黃色跟棕紅色。等一下會把它們倒在烘焙紙上面，乾掉之後再把它剝碎。
現在我已經加了液體跟染色劑，然後我現在要來加的是粉末。可以吧？然后我就要把它倒出来，倒在这個紙上面。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灰色，接下來我要來做黃色。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進度。我剛剛呢，先做了1、2、3、4嘛，然後做了這4個之後呢，就發現這個跟這個可能有都加黑色的關係，然後我覺得顏色看起來有點太深，但是反而這個顏色後來我配出來之後，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個大地色系的，所以我又多做了一個這個比較橘紅色一點的第5個顏色，所以待會可能再看看。但我目前想說，可能我等一下搭配就是用1、2、3這3個顏色就好，就是這2個比較冷色灰色調的呢，再看看要不要用。现在我就有5杯这個像是碎石的材料。現在呢，我的這些前置作業已經準備好了，就要開始正式進入到製作時鐘的部分。绝命毒師哎，白粉哎，看起來像挺有一回事的，還蠻漂亮的這樣子。你猜得出來我現在要幹嘛嗎？做饅頭之類的。现在這個顏色是這樣子，現在是長這樣。這個深色的地方呢，是第2層沒有遮住很好的部分，但是大致上來說感覺還可以。現在是2點40分。然後我就等大概3點半的時候來看可不可以脫模。現在是差不多3點半，現在它摸起來呢是稍微有一點點溫溫的，但是感覺非常的扎實，所以我決定要來脫模看看，究竟正面是長得如何的。就是一個這樣的時鐘。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我現在覺得我應該混的那個碎石頭應該要混在第1層的，因為他們完全看不到，他們完全被夾在中間的。但是看起來是一個漂亮的時鐘，就是了。怎麼樣？失敗嗎？小石頭在哪裡？就是它夾在2層的中間。哦，很乾呢。對啊。這可以磨的嗎？可以磨啊。那我覺得我第2版應該要是直接把石頭撒在那個漿裡面，然後這樣它就會有一些在上面，有一些在下面，有一些在上面，有一些在下面。這個摔得碎嗎？當然摔得碎啊。那你現在來摔摔看。不要。你這份不是失敗了嗎？所以第1版就是這樣的，算成功1半吧。我覺得成功的部分就是有做出一個時鐘的鐘面，但是失敗的部分呢，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沒有出來。看起來像木頭。再接再厲。
看一下第2次的結果如何。OK， 第2次的結果是這樣子，看得到嗎？感覺放在家裡是一個還蠻可愛的一個擺飾，這樣子。我剛剛把它刷一刷之後呢，上面的紋路有比較明顯一點，看起來好像還可以哦。然後等它乾了之後呢，我就來上保護的塗層，這樣我就可以把機芯裝上去了。时鐘終於完成了耶！目前這個結果我現在是還蠻滿意的，我覺得有達到我心中想要的那個樣子，而且特別是加上這個指針之後，我找到了這個木紋的這個指針，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滿意。待會呢，我就請凱有空的話，他幫我們在牆壁上鑽個洞，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掛在我們家。噔噔噔噔。我來看看，我來看。你小心不要碰到指針哦。哦，它在動了。對啊。哦，時間很準呢。在講什麼廢話？啊，不然嘞？這可以哦，這個不錯哎，很精緻啊。好，掛在哪裡？把它放在就冷氣下面這個地方。對，正下面。你覺得放在這一面？這一面啊？哦。也沒有不行，這裡也好看啊！而且你看，它這邊有一個釘啊，它以前就是有人釘在這裡過哎。該不會這是那個前一個時鐘的？對啊，一定是。哎，放在這裡好像不錯哎。對啊，就白牆的正中間這樣子，剛好有柱兩個在這裡。結果前一個住客幫我們決定了時鐘的位置。哎，好看哎，很典雅的感覺。謝謝你，你終於懂我的品味了。哦，你就是要做出典雅的時鐘，是不是？對啊，我就是想要，就是可以比較在家裡當中不會太突兀的。市面上很難找到這種時鐘嗎？我就之前沒有看過啊，要麼就是真的很貴。真的世界上找不到人家跟你一樣的時鐘，其實還蠻好看的。其實還蠻好看的，抱歉，我誤會了你的美感。會寫，這樣子。我之前就一直在等無印良品出一款我覺得好看的時鐘，但是他好像不太重視這個產品線。賣給他。那我們就回來看一下小孩的反應。給你個讚。這是什麼？不知道。時鐘。為什麼會有時鐘啊？是從哪裡？從媽媽做的。為什麼有那現在是？耶，你看，弟乖，乖，你看。現在是什麼鐘了？幾點了？現在是5點半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很晚去接你啊。因為我帶你吃點心。啊？蚂蟻，你在爬是不是？那等一下會變成幾分鐘？等一下會變成6點。為什麼？它就一直轉，然後時間就一直過這樣子。短短的跑到哪裡就是幾點？5點。对，所以現在是5點。一圈就是1分鐘，它10分鐘就是轉10圈。為什麼那一個沒有動啊？短短的那個，它動得很慢很慢。好難哦。